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韦特机构，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韦特机构 Vitrox Corporation Berhad， 简称 Vitrox， 成立于2004年，是一间从事半导体和电子组装、自动化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和设备的制造商。Vitrox 的历史背景需要从公司的2位创办人朱振荣和肖国栋的业务生涯开始说起。朱振荣和肖国栋同样毕业于大马理科大学，同时也在同一间跨国企业公司 Hewlett Packard Malaysia 中工作，从而彼此得以互相认识。1998年，朱振荣比肖国栋率先1年离开 Hewlett Packard Malaysia， 两人随后共同创办了机器视觉的合伙公司。2年后，两人将合伙公司转变为私人有限公司，并正式命名为 Vitrox Technology Sdn Bhd。在 Vitrox Technology 成立的初期，朱振荣参与了业务的各个方面，从销售和营销开始，到视觉系统研发、零件采购、财务以及服务与资源。而肖国栋则负责应用程序开发和安装、系统资源和服务等等。不久后，同样毕业于大马理科大学的杨学红也加入了公司，在公司的产品开发部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公司的铁三角核心人物之一。而随着 Vitrox Technologies 的业务规模逐渐扩大，管理层决定成立 Vitrox Corporation Berhad， 以作为上市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工具。2004年8月 ，Vitrox Corporation Berhad 加入了多媒体超级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可以享有这项计划的财务和非财务利益，如享受免税优惠和利用其基础设施等等。2005年9月 ，Vitrox Corporation Berhad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 Nasdaq 市场上市，并在2009年转至主板，代码为0097 Vitrox。2009年是全球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不久，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疲弱状态，而就在这个前景不明朗的时刻 ，Vitrox 做了大量的投资。1年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 ，Vitrox 之前的投资发挥了正面效果，使到其业绩突飞猛进，市场占有率也大大的提高，业绩更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直接飙升至上一年同期的接近4倍左右。与此同时，公司也因此把握时机建设新厂和开发更多新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将公司的业绩一步一步推向高峰。到了2017年 ，Vitrox 和 Pentamaster 以及 Volta Engineering 成立联营公司 Penang Automation Cluster， 以用于提供更广泛的高端自动化检测设备，进行包括机密工程和钣金加工、模具、机械加工、精加工和涂层服务的活动。2019年 ，Vitrox 成功在德国设立了第一家销售与资源办事处，同时也在中国设立了深圳演示中心，将国际市场的地位进一步扩大。同时 ，Vitrox 也在这一年跟拉曼大学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并建立 Vitrox 创新实验室，以推广工作为本的学习方式，有助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增强就业能力，同时还可以累积业界工作经验。随着时间不断的前进 ，Vitrox 已经从20年前的寥寥数人，发展至目前接近800名员工的庞大集团。Vitrox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和电子组装自动化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和设备供应商，为行业提供创新、先进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自动化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和解决方案。Vitrox 为全球40多个国家的600多家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包括外包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公司、印刷电路板制造商、电子组装公司、原始设备制造商、原始设计制造商、专业电子代工服务和契约制造商。Vitrox 所提供的全面自动化3维机器视觉检测解决方案，包括了后端半导体视觉检测、印刷电路板表面贴装组件检测、电子通信系统和工业4.0智能解决方案。这些机器视觉检测通常用于监控制造过程，同时通过各种设备进行数据分析，并从生产线中消除有缺陷的部件。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挑出有缺陷的电子部件和零件而进行的检测过程，然后决定该产品是否能够被接受，还是需要丢弃，从而确保之后被安装在机器或电器里不会发生故障问题。当然，进行检测就需要使用到检测机器，而 Vitrox 就是专门研究和销售这些先进检测机器的公司。Vitrox 的先进检测方案涵盖各个行业，包括计算行业、汽车行业、电信行业、医疗保健领域和其他等等。
就以汽车行业的检测来说好了 ，Vitrox 的检测系统如先进 X 射线检测、先进光学检测、先进焊膏检测系统，可用于汽车制造面板检测的生产线，并且针对各种印刷电路板部件进行100%的检测，从而获得更安全、更愉快的驾驶体验。除此以外，这些检测系统也能够检测组装印刷电路板，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吞吐量。可在某些肉眼看不见的区域，如集成导航系统、个人导航设备、安全系统和许多其他控制器中进行检测，可以确保驾驶体验的舒适性、连接性、效率以及安全性。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Vitrox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Vitrox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9655万令吉增加了103.28%至1亿9619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2292万令吉上涨了120.98%至5064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机器光学检测系统和自动电路板检测系统的销量激增所致。而这季度的营业额和净盈利，也是 Vitrox 成立以来获得最好的一次表现。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6个月前增加了15.88%至8亿8004万令吉。首先，我们先从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中看起，这里主要的变动就是公司在联营企业的投资。看来公司这季度加大了这方面的投资。从2020年的年度报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目前所投资的联营企业有 Penang Automation Cluster Sdn Bhd 和其子公司 PSC Meditech Sdn Bhd。PSC Meditech 是一间刚成立不久的公司，主要专注于开发和制造高品质医疗器械的前瞻性公司。目前所生产的3层外科口罩已获得了 CE 的标志认证。接下来就是公司的流动资产，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库存量比半年前增加了38%左右。由于公司这季度的销售量激增，相信公司是增加了购置原材料，以制造充足的完成品。除此以外，公司的应收账款也比半年前增加了1/3以上，证明这客户拖欠公司的账款有增加的迹象，但也有可能是公司的生意增加了导致的。从2020年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公司的应收账款中有75% 以上是准时付款的，而有违约现象的也只占了总账款的5% 不到，并且比起2019年也有所好转，所以也不用过于担忧。但是基于近期马来西亚的经济不太稳定，所以还是存有留意的必要性。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公司的现金和其等价物占了总资产的28% 左右。虽然比起半年前稍微下降了，但是仍然是总资产当中占据最多数额的。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则上升了29%至2亿464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最大的负债就是应付账款，占了总负债的60% 以上，而且也比半年前上升了不少，表示这公司拖欠供应商的账款越来越多了，需要稍微关注一下。公司的长期和短期贷款呢，就没有多大的变动，其数额也并不会很大，所以这方面不用太过在意。整体而言，其实可以发现，公司手上握有的现金几乎可以应付全部负债，再加上公司还有高达5亿令吉以上的储备金，显示这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健康的。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48%至167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提高了很多，但是由于公司增加了库存量的购置，以及应收账款和预付款的现金流出提高，导致营运现金流所剩无几。好在公司的应付账款方面的现金流入增加了，以至于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现金流不至于变成负数。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上涨了1492% 左右，至1834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现金流出主要发生在购置固定资产以及增加联营企业上的投资，表示这公司正在持续发展这公司的业务规模。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就与去年相差无几，只是稍微上升了6% 左右，至119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偿还的银行贷款利息似乎比上一年少了，这是因为贷款的实际利率降低所致。
另外，公司所派发的股息看来也比上一年多了，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以公司目前的股价来对比的话，股息率可就相当不堪入目了。总结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目前的趋势所向主要专注于科技行业，特别是在5G、电动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而 Witron 所从事的机器视觉业务，正是未来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上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也进一步让全球加速采用数字化和技术转型，所以公司的前景可是非常明朗的。除此以外 ，Witron 每年也会研发新产品，以维持在消费和通讯领域科技的竞争力，并且快速反映客户们的需求，亦是 Witron 的强项之一。只不过 Witron 的营收大部分都以美元来计价，所以美元的走向会对公司的盈利造成直接影响。这里顺带一提，目前的美国正处于股市强、负债高的时期，这是否会引起泡沫化的现象，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呢？而美元又会否成为公司在未来的潜在风险呢？看来是有必要认真思考的一项问题。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